福生无量天尊道有慈悲。这一章我们要探讨的是《道德经》第10章，还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，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这一章是《道德经》全书中极具神秘色彩的一章，在语言结构上，它不像前几章那样环环相扣，逻辑推进清晰，而更像是一组看似并列，实则内含深意的设问句，以及一段总结性陈述。表面上这一章在反复提出能否的疑问，实则在重新确立一个人能否真正与道合一的标准。我们先来看原文的第一句：载营破抱衣，能无离乎？这里的载是承载的意思，营破分别指精神与肉体，也可理解为灵魂与形体，而抱一是将这二者统一在道之中。这句话问的是一个人能否在承载自己的精神与肉体之时，始终保持统一不分离的状态。表面上这是对身心一致的追问，实际上它的深意更为深远。老子关心的是人在生活中是否能够时刻保持内在统一，避免精神与物质的割裂。当今人常讲身心平衡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在现代社会中，人往往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，工作压力、社会期待、内在焦虑，使得我们常常身不由心，心又无所归。这种分裂不仅耗损健康，也损耗意志。老子提出的问题其实是在提醒我们，如果不能抱一，人生就容易陷入混乱与疲惫之中。因此，这句看似简单的问句，其实已经涉及到修身的核心，能否让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在纷繁世事中始终保持和谐统一。紧接着，老子又问：专气致柔，能如婴儿乎？这里的专气是指专注于呼吸之气，至柔是达至柔和之态，而婴儿则是老子理想中最自然、最贴近道的存在。婴儿身体柔软，呼吸自然，既无强求，也无造作。老子以婴儿为象征，提出一个极具反差的问题：你能否在社会经验日益加深、欲望不断累积的过程中，仍保持那种婴儿般的纯净与柔和？在气功或内丹学中，这句被赋予非常高的地位。专气致柔不仅是修行方法，更是一种修心的路径。在现代心理学中，也有与之对应的概念，比如正念呼吸、身体觉察等方法，目的就是让我们放下紧张，恢复柔软。这种柔并非软弱无力，而是一种有弹性、有包容力的内在强大。第三句：涤除玄览，能无疵乎？这里的涤除是清洗、净化的意思，玄览是深邃的内观能力，无疵指的是没有瑕疵、没有偏见。老子在问：你能否清除内心的杂质，使你的内在关照清澈无瑕？这与佛家的静观、儒家的正心诚意，乃至现代理性的反思精神，都是异曲同工的。人的意识总是容易被外界影响，也容易被自己的情绪蒙蔽。我们看到的世界，其实是内心投射出来的世界。如果内心充满偏执、愤怒、恐惧，那么你看到的世界也必然扭曲。老子用这一问句警醒我们，真正的智慧并非知识的积累，而是内心的澄明。只有当心如明镜，才能照见世界的本相。接下来是爱民治国，能无为乎？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哲学命题。老子在这里并不是否定治国的必要，而是在问，作为治理者，能否在爱护百姓的前提下，不以权力为本，不以管控为先？这正是道家所推崇的无为而治。无为不是无所作为，而是顺其自然，不违背事物本性的引导。这句话传达出一种理想的政治图景。一个理想的治理者，不是一个整天发号施令的人，而是一个能让百姓自然而然安居乐业的人。现代政治学强调政策的隐形效能，
其实就是在说，最好的政策往往是不需要频繁说明的，它已融入百姓生活之中，产生了结构性稳定。再往下，老子问的是：天门开合，能为雌乎？天门这里可以理解为天地的门户，是阴阳之气运行的关键所在。开是阳气之动，合是阴气之静，而雌在此象征柔顺与包容的状态。也就是说，在面对天地间剧烈变化的时刻，你能否始终保持柔顺，像母性一样包容万象？这句话充满了对大自然运作模式的深刻观察。老子以天门为喻，表达一种对天地法则的体悟。他所赞赏的是那种虽处主导地位却不逞强、不争功的力量，在动荡中仍保有温柔，在激烈中保持克制。这是一种高级的力量，也是一种玄妙的德行。第六问：明白四达，能无知乎？这句在当代语境中非常值得深思。明白是指内心的清明，头脑的通透；四达表示能通达四方，理解万物而无知。在这里并非愚昧，而是指没有骄矜之心，没有自以为是。老子在问：即使你已经洞察一切，是否还能保持不自矜、不居功、不标榜的姿态？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最难做到的部分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们往往急于表达自己的判断与见解，而真正的智慧反倒体现在安静中。无知不是无能，而是一种深知人类认知有限后的谦卑。这也正是《道德经》反复传达的一种智慧境界。六问之后，老子并未直接给出答案，而是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状态，称之为玄德。他写道：生之处之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，是谓玄德。这几句话将前文所问的六大层面凝结成一个统一的德行模型。什么是玄德？就是那种生养万物却不据为己有，完成事情却不居功自傲，给予成长却不进行控制的德性。这是老子所推崇的最深层次的美德，也是一切修身治国关心的最终目标。其中的生而不有是对占有欲的否定，为而不恃是对成就感的放下，长而不宰是对权力欲的节制。在这个框架中，德已经不再是道德意义上的好坏评判，而是与道高度契合之后自然流露出的行为准则。这种德不是教出来的，也不是训练出来的，而是顺道而行之下自然而然的体现。如果将第10章整体来看，可以发现老子通过6个问题和最后的总结，构建了一个由个人修养到社会治理，由内在关照到自然规律的完整系统。他提出了一种理想状态，这种状态不是通过强制力达成的，而是通过顺应天道、自我修炼逐渐达至的。这也是《道德经》一以贯之的精神。不争、不执、不宰，反得大成。这一章其实也提供了对现实社会和人生非常深刻的反思。我们常常追求掌控感，追求明晰、成就、话语权，但却忽略了那些不显眼却极为重要的内在功夫。我们太习惯于快速反应、显性成果，而忽略了柔静藏，让这些看似无形实则拥有更长久力量的品质。现代社会最缺的不是能言善道的人，而是能够生而不有、为而不恃的人。在浮躁的年代，玄德显得尤为稀缺，因为它是无法被标准化复制的德性，只能由每个人在生活中默默体会、点滴积累。讲完这一章，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老子在道与德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张力。他既不是一味讲空性的道，也不是简单讲实用的德，而是在二者之间建立一种圆融通达的桥梁。而在下一章，老子将带我们进入一个更加抽象又极具震撼力的主题。他的比喻将从个体的内在修炼转向更宏大的哲学判断。他将告诉我们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而这看似玄奥的一句话，其实正是整个宇宙生成的逻辑模型，
也是东西方哲学思想中最具有相通性的结构理论之一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深入剖析万物之源的诞生逻辑，揭开道的生成之谜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